听说你跟京师李万堂家有故旧之交。哦，谈不上什么故旧之交，我跟他公子李清倒有些相识。李万堂可是江北第一豪富啊，我哪高攀得上？哦，是这样。你这个天下第一茶，可把他惹恼了。他召集了很多的茶商，搞得同仇敌忾。今年1两安徽茶都不许买。李万堂有那么大能耐？李百万他老人家家大业大，我们也不是1天2天的关系了。要不请老爷子出来调解一下？毕竟古平原的事情是他一个人的事，这把我们所有安徽的茶商都算进去，恐怕有点不太合适吧？对呀，他一个人的事儿，这匾可挂在茶商会呢，这话怎么讲？啊不是那个意思。这圣母皇太后啊，给我们这块匾，它不是我们求来的。这天上掉馅饼砸脑袋，没地方说理去啊！这还恨上我们安徽的茶商了，我们也委屈啊！对呀，理儿是这个理儿，可那些个茶商不干呀，赔了这许多银子，都让你们徽茶争了彩头。现在这世道，兵荒马乱，走到哪儿都得用银子说话。我们家老爷子的面子值不了那么多。我这次来呢，就是打算和大家伙商量一下，啊，今后如果还想和李家合作的话，这次春茶的价格打个折。这李万堂跟洋人有交情，这私底下订立了一个什么攻守同盟。哎，这些洋人今年1两茶都不收，这可就糟糕了。慢着点，老太友。我家虽然是世代种茶，可是我卖茶确实没什么经验，您得教我。这往年呢，咱们安徽茶有3个去处：第一呢是全国的茶店；2呢有一部分销往蒙藏、新疆；第3呢就是绝大部分都运往广州，交由13行代销给洋人。咱们安徽全省的税银和老百姓的吃喝都在这上面了。这不是打仗了吗？朝廷允许咱们就近运到上海，可是今年上海的合约迟迟未到，这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让李万堂给劫了去了。他拿到了茶叶专营权，洋商不跟我们买卖。大家伙儿想来想去，这没办法，这是让我来跟你谈谈。找我谈有什么用啊？我跟洋人又没打过交道。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好在是个官绅，总能去斡旋一下，帮助咱们安徽茶商这渡过此劫。我做这个安抚使吧，确实要跟那些当官的打交道，但我自己本身不是官绅啊。您是知道的，我是宁古塔逃回来的流放犯，九死一生啊！好不容易又回到徽州了，能够过几天清闲日子，在家中服侍老娘，心满意足了。至于说到做官，或者像您这样，管着那么多茶商，我是真没这个野心了。承蒙您见谅。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打扰了，告辞。哎，老太爷啊，那李万堂这么欺负我们徽商，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说你这天下第一茶抢了他的风头，你要是不死，他就不安生。啊？他真这么说的？啊！我不死，他不心安呐。啊！好啊，我就让他更不心安。这事儿一碗水端平了，老爷子在外头才好讲话。那您是说几折呢？咱们都说呀，说呀，2折吧。啊，2折！诸位，
诸位，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说。这天底下可不是只有我家老爷子会卖茶呀，你们做了一辈子茶叶生意，个个都是大行家。按理说，我就是赶着学也不够格，可就一样，李家蒙圣恩，代表朝廷，总管一切茶叶的外销事宜。这里头的一起一落，麻烦可就大了。借着朝廷的势力来逼人做生意，可不是英雄好汉呢。我一猜就是你。上次你通知玉儿他们过去救我，还没有来得及当面感谢。感谢就不必了。怎么，你下定决心要趟这趟浑水了？诸位，我看在古平原的面子上，原有的折扣加上1成。不过这也就到头了。你好大的口气啊！兄弟，我可不敢苟同。哼，那咱们就走着瞧。我在客栈再住上3天，然后就回京师。我等你们的消息。哎，听我的，来。各位，我请古先生来处理此事，大家伙儿都没意见吧？他要真仗着朝廷的势力，我怕古先生也赢不了啊。赢不了怎么办呢？去死啊！2折，全安徽种茶的人都把脖子扎起来，不要吃饭了。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都要和他们斗上一斗。这2折的价格是李万堂他自己定的，朝廷哪里管得了那么具体？李万堂手眼通天，长江南北这么多茶户，那些大茶商又恨我们，怎么个斗法呀？对呀，现在不像之前，不是只能通过广州13行去和洋人做生意。兄弟，我想跑上一趟，把这条路给他踢开。他李万堂能做到的，我们一样能做到。我给你带了2罐这么好的茶叶，你却在那里喝酒。茶水这东西越喝越清醒，不如你陪我喝酒，来，尝尝洋人送我的葡萄酒。有这种好东西，尝尝。你若是喜欢呀，我这儿有的是，我派人给你送家去几桶。那你不如再帮我介绍几个洋商。我给你介绍，我爹不得活活把我打死呀？那我不成了吃里扒外？你爹每次对付起我下手都够黑的，怎么说我也是他晚辈。要我说呀，我爹对你可够客气了，一点儿都不黑。那万茶大会，我爹花银子跟泼水似的，好容易搭起个台子，嘿，结果整出戏让你一个人唱。他那不是恨你呀，他是想生吃了你。我看你老兄这回捅了马蜂窝了，那么多的茶商，那么多的银子，全都便宜安徽茶商了。什么天下第一茶，我听都没听说过，你不跟我开玩笑呢？我爹昂首挺胸来了，垂头丧气走了，要让人说上一句：哟，李100万原来也有靠不住的时候。
那不会了，他不收拾你，收拾谁呀？他没法交代。唉，这安徽的茶商会怎么个意思呀？下定决心要跟李家翻脸？你爹也太狠了，2折的价格收人家的春茶，功夫钱都不够。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把话带到了算完。知道为什么让我来吗？3个字儿，找挨骂。这话倒是痛快，可不是吗？我这次来本身是打算找你好好较量一下，可现在这情况也太胜之不武了。下次等我有自己的生意的时候。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生意呢？我爹说了，等南方克复的时候，把家里的盐业生意交给我，掌管南7北6，300多家盐店。其实也不用300多家，一家就行。只要我能自己拿主意，省得一天到晚跟他屁股后头老干这种找挨骂的活。哎，你上哪儿去？找几个洋商啊，难不成真让你爹给逼死啊？你谁都不认识，怎么找啊？海关总管赫德你认识吗？祥和洋行的理查德你认识吗？上海滩，你去过吗？要我说呀，你听我的，老老实实买根绳子，在我们家门口这房梁上吊死。我拿着你尸体呢，给我爹去解解气，我保证厚葬你。等你有了自己的生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慢走不送啊！ So technically, the whole ship was looking at me, and it was so funny. And I was like, what? Why? Oh, look at these guys. Probably Ladies, asking for more money. If you'll excuse us. Ladies. 这位就是理查德先生。This is Mr. Gu, represents the Anhui tea merchants. He came from his hometown. 理查德先生，我想知道为什么您对于安徽茶今年选择1两都不收了？有问题吗？我是代表安徽茶商会来的，我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我和金市的李万滩先生签了专属合同，我只从他手里买茶叶。是不是安徽茶和我没关系，你们的诊断也和我没关系，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们也不用一开始就这么剑拔弩张吧。这安徽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产茶大省，李万堂他可以选择舍弃，您舍得吗？很大一笔生意啊。买卖虽好，我也不能得罪我的合作伙伴。大庆有18个省，少了一个，无所谓，这是结论。结论。还有。 你不要找其他洋商谈。大庆律法禁止中国人私下里和洋人做买卖的。我劝您话不要说得太满，我可以再给您一个机会。机会？什么机会？让我坐船回英国？Oh my God！ 信不信我给您打个赌？我赌你们一定会后悔。哎，哥，你别斗气嘛。哎呀，托了船长问你有何贵干？你问问他，这艘船卖吗？请坐。
我来。您尝尝，古大人，这是他们日常喝的，和我们的茶差不多。怎么样？那差不多吗？那差远了。他们英国人都不喝茶的。他们喝，只不过得兑上牛奶。开水。Greetings, sir.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握手就好了。他说很荣幸见到你。How are you? 你好吗？我好啊。He's great. I hope you understand that the ship you saw. 船长说，这艘战舰隶属于大英帝国印度军团，保护印度洋航道安全。I will take it back to India. 船长最近马上要回印度述职，这个船是不卖的。哦，那好啊，我正要打听一下印度的事儿。你也没说过要买船的事儿啊。See you again, my friend.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买船了？你到底是不是来忙活茶叶的事儿的呀？我现在不就是在办茶叶的事儿吗？哎呦哥，你务点正业好不好啊？跑来喝了一通黑苦水儿。你觉得不好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好喝，好喝。赶紧回去吧。回去干什么？这事儿没办成啊，哥。那英国人都说了，朝廷已经把制办茶叶的专营权给了李家。李家要是不要，这今年安徽得上吊跳河多少人啊？怎么就叫办成了？你现在的理路越来越清晰了，不错。哥，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你就跟我说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样，你马上租一艘快船，明天天亮之前务必赶回去。不可能，踩着风火轮也不可能嘛。你刚才没听那个洋人说吗？3天之内要让李百万交货。他现在人不在北京，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胡老太爷他耳根子一软，把茶叶给出了。那到时候在安徽可就没有咱哥俩的立锥之地了。你回去以后就跟胡老太爷说，再给我1天1夜，我一定帮他把这个事儿办成。1天1夜，就按原话说。那你去哪儿啊？我自然是有我的去处。那些洋人可以算计咱们，咱们一样可以算计他。之前吃亏就是吃亏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确实太少了。你看着吧，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有的是大生意可以做。哎哥，你就给我透点底行不行？不行，时机未到啊。你放心吧，事成之后你自然就会明白。这个李百万再强，那又怎么样？既然他现在不给我活路走，那就怪不得我了。成了这样，快去请大夫，把大爷叫过来，还有，把李三老爷叫过来，快点儿！古兄弟，哎呀，李兄啊，为喝这杯酒，不用这么拼命吧？我总算是赶上了。你运气好啊！再隔1天呀，我就要去内蒙，咱兄弟俩险些见不上。哎呦，靳大爷，靳大奶奶，我就说嘛，有没有觉得我们兄弟的运气现在是越来越好了？那是。啊，入席啊，是知道。文才说入席。这边请。
来，谷兄弟这边请。哎，李兄，这是做什么呀？我没有做过那么大宗的生意，如今整个安徽茶商的命全系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请李兄一定要帮这个忙。来，坐。我呀，还正想问你呢，你那个什么天下第一茶到底怎么回事？哎，我一个做茶叶生意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蓝雪茶，仔细一问，兄弟你的。只要您想要，多少都有。好啊，说定了啊。那咱们说正事儿吧。你刚才说安徽的茶叶怎么了？是这样，李万堂他取得了朝廷和洋人的茶叶专营权，他记恨我在万茶大会上搅了他的场子，一心想要打压我们安徽茶叶。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决定要和他斗上一把。京城里100万呢？也没什么了不起。文才的意思是说，李100万没什么了不起。那话虽是这么说，可这次他是拿到了朝廷和洋人的茶叶贸易专营权，这可就不光是钱说话的事儿了。李兄啊，为了整个安徽茶农，请您一定要成全。好，兄弟，安徽的茶这次我全要。我大不了今年多跑几趟勐江，总能卖得掉，是吧？谷兄弟，我还是要说你的，这么点小事儿，找一个人过来说一下就行了，或者是每一个商号都有我们的飞鸽传书，干嘛非得自己跑一次啊？还是自己的身子要紧，别弄得跟我们当家的似的，落了一身的病，那就让我们几个人过不去了。是。我知道你们对我是真的好，但我也不能每次一遇到事儿就把包袱都搁在各位的肩头上。对于这件事情，我倒有些思路可以跟你们和解和解。虽然我去上海只有1日，但是我认为这茶叶专营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如今朝廷对于洋人根本没有控制能力的，所以我想着你们能不能支持我，和洋人做上一笔生意。请讲啊！据我打听，英国人开的东印度公司就建在印度，从我们国家16铺码头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再坐海船2天2夜就能到达印度。他们当地的茶叶销量非常好，收茶叶的价格比洋人在我们国家收茶的价格要高出许多。所以我在想啊，与其有一个祥和洋行在中间那么横着，我们莫不如把茶叶直接销往印度。我这不是异想天开啊，我想到了一些门路。你说说看呢？在我说之前，李兄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如今安徽茶叶急如星火，他李万堂真是饿疯了，想一口吞下。我们能不能找一个人，把安徽的茶叶全盘接下，然后运往上海？我跟你2人去趟上海，再从上海走一趟印度，如何？李大哥，你合肥的票号是不是还没开张呢？现金银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不如算我一股。算你一股，那不必了。我是在想，必须要找一个有分量的人，接了安徽的茶叶，而且要压得李万堂他说不出什么，只能灰溜溜的回京师。这样我们会手的面子才能漂亮。都到这个份上了，还说什么面子的事儿啊？不，你稍坐，我安排人飞鸽传书去。哎，谷兄弟，我陪你看看花园怎么样？走。他又整他的那个袖子里面捏指头的事儿。哎，买棺材本的时候也算上我一股啊。行。哎，谷兄弟，我这湖水是从净水引过来的，有看风水的先生说呀，
下面直通龙宫，生意人嘛，喜欢彩头，所以我给这儿起了个名字叫七宝园。山鬼烧丹灶，龙王献宝成，这是君临天下的气象。谷兄你也言不由衷啊！在如此风雅的地方，要是谈生意，确实是有些可惜了。但是如今我们安徽茶商会真的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要是李兄可以出手相助，救人于水火，那这份真情意切，不比眼前美景更胜几分吗？我从不帮人，从来都不。善心是发不得的。便是那要饭的，喊一声大爷大奶奶，得了一碗残羹剩饭，那也是大爷大奶奶那5个字换来的。经商之道，莫不如此。谷兄，我说的，你能明白？明白。天下无白得之物，仰面求人，自然一无所得。对，李百万这次是在京城拿了王公的手令，挟朝廷的威势，欲席卷东南茶叶、药业之商机。我一个人冒冒失失出手，有没有一些风险？何况海外之事，究属渺茫。若我坐了那远洋大轮船走出去，如人入兽群，如何行走买卖？当然，为了朋友，搏一次义无妨，但终归不能长久。我是一个生意人，我犯不着和朝廷、和李百万过不去。这条路怎么走？谷兄指教。李兄专营茶叶，坐镇西北，但要是李万堂，他把整个东南一带的茶叶专营权全部攥在自己手中，日后势必成为你的大敌。这是你帮我的第一个理由。这是苏秦张仪的话。我观如今商业之事，已经不是过去商人安分守己，朝廷可以一手遮天的时候了。江南之乱一起，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正在减弱，这是300年来未有的变局。但是他李万堂呢，还想着借朝廷之势打压地方，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这想法已经过时了。既然是商会，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赚钱。若是李兄有意，我可以把安徽茶叶压到最低的价格，每年固定给你一个量。我们双方共同向外扩展，这才是制胜之道啊！又何必积极于内斗呢？合作，这个好。我们联起手来，一起挣洋人的钱，不好吗？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东亚的茶叶和药业，那是个庞然大物。你说，如果我去了，制胜的把握有多少？搞不好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靠倒买倒卖，算什么庞然大物？我要是有李兄你的能力，我一定要正面和他们斗上一头。又或是说，李兄年纪大了，胆子也变小了吗？我有一计，驱虎吞狼，用洋人打败洋人。